杨洋、赵露思试探天下，临近能否拿下古装题材翻身。近日，由杨洋、赵露思主演的古装剧《一起来试试世界》或即将上映的消息，着实让不少期待该剧的观众兴奋不已。这部1年前通过发布定妆照、首发海报、预告等不断升温的大型古装言情剧，出于种种考量，一直保持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状态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，满足观众的胃口。有消息称，放手天下或将接替神仙姐姐刘亦菲、陈晓的《梦华录》预计3月定档。冬奥题材作品走红后，随着一波现代都市情感题材作品的逐渐落幕，各大古装剧在逐渐回暖的影视市场上的投入，似乎成为了水到渠成的事情。放手天下也是典型的网剧改编自知名言情小说家青灵月的同名小说。试一试人间是青灵月早期作品中的又一部试探之作，具有这位来自湖南的女作家强烈的个人风格。都说学校专业唯一缺的就是作家这个职业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优秀的作家需要很高的个人天赋，很难做到量产。试一试天下的作者青灵月其实印证了这个道理。这位出身会计专业的年轻女作家跨界了，推出了大量热门作品。从作品的故事结构来看，白凤熙和黑凤熙这2位核心主角被武侠界称为白凤黑熙。世子的身份，从最初的磨合、猜疑、相杀，到结婚后2位主人公都找回了彼此的真心，甚至为对方牺牲了宝贵的生命，最终完成了一段自我救赎的珍贵爱情之旅。彼此、江湖、庙宇、征战、儿女情缘等等，放手天下无疑具备成为爆款剧的所有亮点。拍摄完成后，试完天下由1982年出生于北影影视新生代，已经拥有丰富影视导演经验的知名导演尹涛执导。从婆婆也是妈妈、爱无痕，到大唐荣耀、锦衣之下，再到琉璃、千古绝尘、少年歌星，对于已经熟悉古装题材的樱桃来说，试一试天下或许只是又一次小试牛刀。当然，该剧的另一个看点就是2位核心主演杨洋和赵露思，这对新 CP 无疑会让喜爱他们的观众期待不已。对于1991年出生的杨洋来说，可以说已经从流量小生蜕变成实力派新锐艺人。如果说左耳、旋风少女乃至浅笑很诱人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杨洋很大程度上还是靠自己的好看。近年来，特战荣耀、急先锋、你是我的荣耀等新风格作品的上线，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杨洋在演艺风格转型上的成功。当然，这次搭档杨洋繁衍的是比他小8岁的青年演员赵露思。这位来自四川的新演员可以说是气质清新，在表演中也有活泼和气场，诸如《凤求凰》、传闻中的陈芊芊、长歌行等作品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年轻的赵露思积攒了不少人气。虽然一直有很多声音在质疑赵露思的演技，但这次搭档杨洋出演女主角白凤喜，却认为2人存在地位不对等的问题。但另一方面，不得不说，在很多时候，影视作品中人物风格和形象的塑造，并不是仅仅依靠咖啡味这一要素。对人物的理解和把握的程度，以及个人风格的契合程度，往往决定了人物的表现力、成功与失败。不管怎样，还是很期待这次杨洋和赵露思的搭档，也很期待他们2人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试一试这个世界。吴磊是一道填空题，下划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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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博尔赫斯写了一个离奇的故事，年老的自己和年轻的自己坐在同一张长凳的2边，面对赫拉克利特踩过的时间之河，热切地交谈着。他们都知道他们周围有另一个版本的自己，但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墙。时间带来的不同，是连经历过的人都无法理解的变化。故事里的人相隔50年，但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时间总是过得更快。吴磊最近发现自己可能和1个月前甚至1周前的吴磊不是同一个人。好动，精力充沛，爱工作的吴磊想睡平房撒盐鱼完全是空的，他确实平躺了。字面上帝，12月是吴磊的生日月份。去年这个时候，
他说服家人和工作团队前往距离北京6小时车程的乌兰布统，在天地间快乐地度过自己的22岁生日。当记忆席卷而来时，已经支离破碎。有时他觉得自己的睫毛结霜了，睁不开眼睛。几个月前，吴磊还雄心勃勃，今年我要更强。随着日期的临近，答案被悄悄改写。今年的积蓄能量失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我的生日能充满能量。不要这样做。到达乌兰布统后，气温低至-30摄氏度，裹着冰冻的睡袋，盖着温暖的婴儿，吴磊睡在荒野的帐篷里，手执4米长的马具赶。他赶着30多匹马到草原上觅食，这些常人眼中的极限体能挑战，在吴磊眼中却是最小的障碍。相反，筹备工作一开始，他心里就想，方案能不能再详细一点？替代方案会更好吗？去年，吴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旅游视频博客，为这个理由骑行。难怪他觉得临行前的每一步都需要精力和精力，而且非常艰难。他没有做任何计划就想着离开，又因为安全问题犹豫不决。以去年为例，吴磊在乌兰布统的冬季防火期间第一次去野营，他生不着火，在室外有体温过低的危险，如果你不做好计划，雪地上可能会出事。最终他还是决定咬咬牙，先睡个睡袋试试，然后再上车返回酒店作为后备，车子随时待命，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。射击队，吴磊也觉得计划得太周密，把事态的发展掌握在自己手里会很乏味。但事实是，无论你如何计划，你都会遇到自然界的未知。因此，计划是从容而安全地面对未知，并在未知中生存。很多时候，即使你很清楚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会发生什么，它也能像新生儿一样把自己拥抱在环境中，张开敏锐敏感的感官，就像在雪原上骑马。我觉得每时每刻都是那么的快乐和无忧无虑。你是不是想过很多次，但实际体验还是完全不一样？包括他最喜欢的地面飞行，在反复骑行一段距离后，他也有了新的感觉。有时，当耳边只能听到风声时，吴磊开始想象肺部在胸腔内开合，心脏的血液通过血管流向大腿，甚至自行车，仿佛摄像头突然钻进了他的身体，内心运转的逻辑发生了变化，是可见的和独特的。就像动漫里的主人公遇到了突发事件，心跳加速，瞳孔变色，背景音乐突然响起，男孩脑子里总是冒着泡泡般的奇妙想象。虽然那不是吴磊工作时的常态，人多的时候，吴磊什么也没想。要在户外搭帐篷，你首先必须将钉子钉入地面，经常有30、40根钉子，他反复敲打，直到手指发麻，直到一种观察身体的本能涌现。他逐渐感知到身体能量的流动和身体运动的规律，发现自己竟然可以离身体那么近，它似乎比想象中的更重，也更轻。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很丰富，擅长多线程操作，比如工作的时候可以看一会儿手机。吴磊说，但是当你做一个单一的、重复的机械动作，全身心投入到一个工作中时，你反而是在和自己相处。丽贝卡·索尔尼曾在《流浪之歌：行走的历史》中写道，理想意义上的行走是一种心灵、身体和世界齐头并进的状态，仿佛这3个角色终于可以说话，或者突然出现一个3音和弦形成了。所以走路是一种深入思考的方式。在吴磊的语境中，骑车或露营的经历与步行相似，他也逐渐意识到，进入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回归自我。你与世界的关系，也是你与自己的关系。吴磊想要躺下的情况并不常见，他坦言这几年很少发生，但在新剧《草与树》杀青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一草一树以佛经木莲救母为叙事核心，讲述当代故事。吴磊饰演的角色木莲，是为就被误卷入诈骗组织的母亲木莲。最终，迷茫的儿子和信仰崩塌的母亲一起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。通读文字，了解人物行为，谢木莲如何救母亲，又如何回母亲，更了解真实的亲情。即使功课做足了，吴磊每天都会来到现场，除此之外，依然能找到文字。再简单的场景，也都蕴含着震撼的意味。一天天累加起来，他
他终于觉得自己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，都已经达到了极限。正是这种磨人的表演经历，让吴磊想要停下来。11月拍完戏后，他还没有完全消化在片场的时间，不确定自己对这段经历的感受。无论是挑战还是历练，只有耐心等待原地踏步后的沉淀，才能水落石出。与其说吴磊最近是在躺着休息，不如说是在默默审视自己，整理自己的内心。大部分演员都非常善于自我反省，按照我们的课本，演员是三位一体的，他是创造者，也是创作工具。演员说，演员的自我是一种创作工具，所以一定要有创作工具看得清楚的能力。作为演员，吴磊至少可以确定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。与作品的未知和不确定的结果相比，表演过程是准确的。首先是演员的意图，在今年拍摄的《只是爱》中，吴磊饰演的宋三川被设定为从羽毛球到网球的职业运动员，轮流练习。后来因为《草与树》中的木莲是一个热爱优雅和自然的年轻人，吴磊开始养植物，尝试体验与植物交流的感觉。姜俊处于瘦弱状态，吴磊吃了4个月的健身餐，坚持每天锻炼。早前的《夏日未来》教他打碟，对于吴磊来说，角色学会各种技能的时间非常短，这种技能似乎是家常便饭。他曾逗别人红3分钟，自己却在剧组红了3个月。这种敬业往往被定义为敬业，但吴磊觉得，当一个演员把自己当成一个创作工具时，前期所有的打磨，只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这个工具，也就是为了完成表演。所以，健身或者学习各种技能是一种塑造，虽然对我来说是一种力量，但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至少对我扮演另一个人来说，是一种重要的自信。这些角色的技能延伸到吴磊身上，他们的性格也是如此。吴磊偶尔会觉得不熟悉社交场合，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交往。这个时候，他会把小窗请进自己的身体里，就是《风吹过的少爷》里那个俏皮又熟悉的景城。如果是他，待人还算理智，我觉得还好，不丢人，只是爱而已。中宋三川与梁佑安之间清醒理性的爱情，也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通过角色营造一段真挚健康的亲密关系。这些都是角色对演员的反馈。如果你已经足够努力，下一步就是放松，以冷静的心态完成每个场景，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能力。从6岁加入剧组到现在，吴磊每年都保持着固定的拍戏频率。他希望量的积累或者过程中的努力能够带来一些自然的进步，不是这部剧一定要比上一部好，而是要争取剧中最好的表现。每一部剧演戏是一门艺术，好坏不能用天平准确衡量，成长进步不能对他形成紧迫的焦虑。吴磊似乎对这种功利性的进取更加警惕。他说，有时候演员觉得自己在进步，其实是在退步。有的时候，一个演员觉得自己退步了，别人却觉得你变了，这很好。谈进步和倒退，说到底就像画监狱，人被目标陷害，被表象所困。吴磊知道，进步只能在不经意间发生。此刻，他的角色就是一个勤劳的农民种果树，整天愁着浇水、除虫、施肥。我不在乎他什么时候着陆，因为他知道，果树终究会结果子，而果子终会落到地上。20岁的吴磊在他的《飞翔的地球》一书中给自我这个词下了定义，自我就是自由，就是我，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塑造自我的过程。他解释说，这是因为自由来自于有选择，确切地知道你的选择是什么，有能力选择你想做的事情，并接受并享受你选择的后果。反过来，人们也会这样做，在自己选择的自由中找到自己。23岁的吴磊尴尬地垂下眼帘，连忙摆手说，自己现在活得挺自由，没有那么多心思，不会再区分自由与我。吴磊意识到他与自己关系的这种变化。今年上半年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在2本杂志上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不一样，好像我的想法每天都在变化，可能因为一杯咖啡，因为一首歌，因为一句话。他认为改变是一件坏事，但他逐渐学会接受改变作为青年的特征之一。甚至对于演员来说，感觉和思维的转变也是一件好事。
米白色亚麻衬衫外套和白色螺纹圆领衬衫均为 Zina。事实上，吴磊并没有在自己身上花太多时间。23岁的男孩在剧组最熟悉拍戏或准备拍戏，分享他人生最长的时光。他把船员镜头比作鼻子的存在。一个人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鼻子，但大脑会自动挡住它。船员镜头对我来说就是这样，我已经很习惯镜头的存在了。它是我非常贴心的伙伴，像空气一样与我共存。这也让吴磊一度认为，剧组的他就是吴磊的一切，一个不安分地把工作当成爱好的演员。然而，自我就像一个魔方，旋转时会露出隐藏的面孔。他这才发现，不是拍戏的吴磊，是另外一个人。一个可以放松的人，一个害怕镜头的人，一个不太自律的人。戴耳机的黑色皮革风衣，红色陶瓷印花毛衣，橙色皮革运动裤和绿色草地边式运动鞋。比如，他可以久久地看着蓝天下转动的风车，什么也不想。再比如，他发现自己对固定相机以外的镜头束手无策。在拍摄杂志或出席活动时，听到要酷、要帅和镜头互动等要求时，他会一度不知所措。再比如，即使他给自己定下了每天锻炼身体、改善心肺功能的目标，他也会拖延甚至主动放弃。但拍戏的吴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一整天都没有摔倒，下班后很晚才去健身房。这与他10日只练4日的缺乏自律不无关系。一旦做了，就没有任何引领我前进的作用了。我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的动力来监督自己去完成一个目标。我忍不住晚睡，放弃健身，不由自主。当事情的秩序被打乱，事情没有按原计划进行的时候，吴磊并没有和他斗嘴的迹象，也没有强迫自己做出补偿，只是接受了已经发生的事情。不拍戏的时候，我似乎配不上自律这个词，但我不讨厌这种状态，我接受它。因为我觉得一个人需要一个躺的临时阶段。归根结底，人确实需要一点点的流动，有时留下来，有时冲上去，有时像一座光滑的桥，看心情，不一定要一直处于一种状态。就是这样，疲劳的终点或许是最安全、最平衡的选择，但前提是你在两端不断摆动，那才是流动而有力的人生。人如何与当下环境互动，如何处理自身、世界与自身的关系，回答了人的终极命题之一：我是谁？此刻，感慨万千的吴磊还在做填空题。